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这里集合了我们所有的精华内容。在这里不仅能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，每晚8点，小白和你语音聊科技，数据库还能实时查看你关注机型的续航、帧率等各种关键数据。小白品质二手商城更是机油买机的第一平台，赶紧扫码上车。我现在要赶早上的第一班飞机去北京。看一看老罗在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尿裤子的产品。晚起会上午，早起会一天。OK， 我已经是进到鸟巢里边落座了。现在呢是下起了雨，虽然我这个是一个山顶的位置，但是这次的 LED 屏幕超级大，所以说看着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而且最棒的就是我这里正好有顶棚。正好到我这儿有顶棚，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下多大的雨，我就不用担心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，我是王炯。由于这个时间比较紧迫啊，咱们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先给大家来开这次的坚果 R1 啊，刀子实在是没找到，我们就直接用打火机了，有点残忍。OK， 这次呢，我们也可以说啊，是在第一时间这个买到了坚果 R1， 因为这次这个线下呢是提前有货，所以说我们当时是直接预定的。我录制这期视频的时候是刚刚发布会结束，这次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消息啊，我先说一次我对这次发布会的一个大的观点吧，就是因为他之前牛逼吹的是非常多嘛，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失望啊，尤其是在他的这个所谓的软件方面啊，就是他那个什么 TNT 那个电脑，我没有体验，如果要是有机会体验到呢，会详细的再和大家聊。至于这个手机来说呢，发布会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啊，是1个小时都不到就把这台 R1 的845旗舰快速的给讲完了。主要的时间是啊，真不是我卖关子啊，是这个盒真的是非常非常紧。讲它那个什么 TNT 电脑啊，这台手机呢，我买的是这个8+128G 的黑色版本，而且这次也是特别说了，以后锤子公司出的所有手机都是在坚果系列，当然也保不齐会出现一些这个新的系列啊。Type C 的数据线，大家注意一下啊，它是两头都是 Type C， 充电器呢应该也是一个Type C 的充电器，这个还是非常不一样的啊！之前的都是那种 USB 的充电器，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和它那个 TNT 电脑相配套的。TNT 电脑上应该是主打的这个 Type C 的这个接口，同样还是什么之前的那个公益活动。现在是晚上的11点5分，不知道有谁的开箱比我早一些。当当当当，这次的坚果 R1， 这就是真机本机了。之前的这个爆料上啊，把这个锤子的坚果 R1 呢吹的是特别的屌，各种各样牛逼的东西啊，什么，尤其是一个我觉得非常炫的啊，就是侧边呢会有一个什么滚球之类的，我觉得那个可能是当时一个概念版没有做出来，反正说实话，对这台机器刚刚出来的时候，我是小小的有一点点失望，因为跟之前吹牛逼吹的那个实在是相差太多了。自己使用，长辈使用的话呢，会有一系列的设置让你设置好。确实，锤子在系统方面一些小的设计挺感人啊。好啊，这次呢，在这个背部的指纹识别模块上啊，也是和坚果 Pro 2那个一样，然后是跟 logo 合为一体的，而且呢，做了一个更漂亮的处理。但是我其实好像并没有感觉到啊。不过我必须承认，这个它包括坚果 Pro 2那个，还有就是 R1 的这个都是非常精致的，这个金属环上特别漂亮。它这有一个专门的设置，就是面部解锁会停留在锁屏，也就是跟 iPhone 的那个一样，就是一解锁它只是锁屏界面需要你滑动一下，咱们就不打开了。OK， 现在是全部完成啊，有一个系统更新啊，但是咱们比较着急，就先不弄了。下巴方面啊，由于我手里呢是没有其他的一个对比机型，我觉得比这个X21还有
，R15的那个是要稍微的宽一些的，而且呢，它是一个直角边的设计。下边是直角，但是上面有一个圆弧。顶部的设计呢是一个美人尖的设计啊，但是它系统层面呢是已经把这个上面整个是全部变黑了，跟这个刘海呢全部隐藏掉了。OK， 现在呢是我们把系统的进行升级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还是有许多新功能的，比如说发布会上引起一众掌声那个无线充电。然后它变成一个闹钟，但是我们现在并没有无线充电板啊。还有一个是新增了这个按压触控的功能。我现在呢使劲按的情况下呢是并没有这个压力触控的，应该是更新了之后。这个刘海的屏幕呢，我刚才试了一下啊，现在长按移动图标的时候，大家就已经看到它的这个美人尖了。然后或者说我启动 One Step 一步的时候，大家也看到上面这个美人尖了。在顶部呢，基本上做到了这个额头，也就是摄像头两边，然后和侧边的边框呢是一样低。听筒呢跟坚果 Pro 2一样，也是设置在了边框跟这个前面的玻璃板中间，然后有一条窄窄的缝隙，然后传感器也是设置在了这里。整机的这个机身厚度上呢，我并没有看参数啊，但是我手里拿着呢，感觉还是不错的。然后电池方面呢是3500毫安时的电池，但是这个手感上多说一句，它后边啊并不是一个纯平的玻璃，它并不是像坚果 Pro 2一样一个非常规整的矩形圆角矩形，它后边呢是有一定弧度的，但是这弧度呢非常小，在视频上呢大家可能看的并不是特别明显啊，但是在手里握着的时候，你一下就能感觉到它后边呢可以说是一个弧度非常小的4曲面玻璃。双摄像头呢也是全部都凸起了一点点。相机方面呢，由于是晚上啊，我们只能给大家拍一些夜景，等着后面我们做测评的时候呢，再详细的拍一下样张。整机上手的感觉呢，其实跟坚果 Pro 2我觉得还是非常像的啊，并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地方，尤其是在外观上。如果你要是想让这次锤子在外观上给你一些特别大的改善的话呢，基本是没有。这个刘海的屏幕呢，就是跟之前夏普那个采用了一个方案啊，就是美人尖的，而且默认情况下呢，上面是一个黑条。只是这个，比如说时间啊，还有就是 WiFi 啊、电池啊，是显示在上边的。我刚才在设置里边找了一下啊，并没有把它关掉的一个设置。OK， 现在我们重启一下手机，然后就可以更新到最新的系统。咱们来看一下卡槽方面。之前啊说这个锤子逼死强迫症的一个点就是这个什么一条线啊，一条这个金线，这条线呢是并没有穿过卡槽，因为这卡槽呢确实非常窄了，没法穿过去了。2个 Nano 的小卡不支持防水，特别说一下。虽然说这次的机器卖的是真不便宜了吧，这个3499块钱起，然后我这台呢是4499，应该是量产版里边的高配版，因为1T 的那个说实话应该没有几个人买啊，因为1T 的那个主要是面对它的那个什么 TNT 电脑用的。至于那个 TNT 电脑呢，咱们闲聊几句啊，就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非常超前的东西，在现在来说接受度并不高啊。我说一点大家可能就知道了，因为它那一套系统呢有很多功能的，比如说那个闪电胶囊啊，手机用着是非常方便啊，非常简单，而且专门有一个按键，这个按键呢变成了多功能按键，你可以把它设置成任何想要的功能。比如说它做那个什么 PPT 之类的，你标一个 P， 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跟它这个电脑关联。这样呢，你首先得有这个锤子手机，然后呢，大家都知道，你有手机之后，你不一定这个手机里面的所有功能你都非常熟悉，你都非常用。比如说有人买锤子手机，但是他就不习惯用闪电胶囊，这也是肯定的。肯定会有这种人，你还要对闪电胶囊非常熟悉，使用它，对锤子这套软件非常熟悉当然有一些，比如说什么子弹这个短信的那种，应该是通用一些的只不过是它的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，就是你首先要对锤子这套系统非常熟悉，非常深入的使用了之后，然后你才能在它那个什么电脑啊 TNT 上面有一个比较高的操作效率。但是它有一些单独的那个软件效率感觉还是非常高的，在后面的体验到之后我们再详细跟大家聊。我觉得售价还是稍贵了一些啊，这个9999只是买一个屏幕，14999才买一个完整的电脑。但是这个发布会上也并没有公布那个 TNT 电脑的详细配置是什么。这手机呢简单上手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因为说实话，这手机发布会上也讲得非常快，拿到手里之后呢，你也会发现真的没有什么亮点。OK， 我们现在就给大家跑一下分，然后在夜景拍一些样张，让大家简单先看一下。这个就是坚果 R1。
OK， 还是老规矩，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后台回复坚果 R1这几个关键字，这期视频的所有相关数据，还有就是这些实拍样张，你都能先睹为快。小白优品品质二手机商城也能直接进入，赶紧扫码上车。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，这里集合了我们所有的精华内容，在这里不仅能第一时间收看到我们的视频节目，每晚8点，小白和你语音聊科技，数据库还能实时查看你关注机型的续航、帧率等各种关键数据。小白品质二手商城更是机油买机的第一平台，赶紧扫码上车。OK， 本期的这个坚果 R1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。骁龙845的性能呢，刚才大家也都看到了啊。这个其实骁龙845呢，体验过这么多手机，包括黑鲨，包括 Mix 2S， 包括 SU Plus。我现在这个目前的观点就是，这是一颗非常强性能的处理器，确实非常强。但是如果你调教不好的话，在这个烧电和发热上真的是堪比当年的这个火龙810，调教上还是对厂商有很大的压力的。我们升级了系统之后呢，虽然说他说有这个压力触控了啊，但是我们现在随便打上一些数字，用力的按一下，也并没有出现这个发布会上说的那些功能，可能是需要下一版软件在更新之后才有啊，现在是并没有。发布会上呢，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语音降噪的功能，现在呢我在这儿是没法给大家演示的。设置里面呢会有一个智能降噪的选项，你在通话的时候呢是智能降噪自动打开的，然后它还有一个所有其他应用智能降噪，就比如说啊你在语音通话用微信的时候，或者说拍视频的时候也可以降噪。在降噪上啊，在现场那个演示的时候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掌声的啊。当时非常爆炸的一个功能，具体我们后期会详细再测一下。OK， 默认的情况下呢，下边是有3颗 Home 键呢，我觉得这个在下一版更新中呢，可以直接去掉，干成那个安卓现在的全局手势，因为现在的主界面感觉并不像是一个全面屏的手机。另外，在这个尺寸上啊，也多说一句，它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尺寸。我如果没看这个盒子上的参数呢，我也是非常意外，它是一个6.17寸。在内存方面也多说一句，它是 LPDDR4X 的内存规格，大家清楚了啊。摄像头方面呢，是一个双彩色，这个1600万加上这个2000万的双镜头，前置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。前置这个小美人尖呢，是一个2400万的一个摄像头。OK， 这期的这个坚果 R1呢，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。这台手机呢，跟发布会上一样啊，这个也是非常快啊，基本是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特点的一台水桶机。在后面的这个详细测评中呢，我们会再详细跟大家聊一下它的性能方面啊，吃鸡方面的体验，尤其是现在845这个不同的机型，这个性能方面的表现差异还是比较大的。我说的是实际的游戏的应用啊，因为吃鸡手游现在真的是对性能要求非常高。如果你要是流畅满帧吃鸡的话，对视频有什么建议、质疑、提问，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， 直接评论或者是私信就可以了。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小白测评，每晚在那和你聊天，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OK， 这应该是首次开箱全程没有上镜啊，因为是连跑带颠满头大汗回来了，人搞的是非常狼狈。现在的时间是11点半 ，OK， 大家晚安。看到视频的时候应该是第2天的白天了。不客观真体验，小白测评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